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全網都吵翻了天，劉宇寧龚俊風波再度升級，之前倆人還親口說彼此關係很好。2026年7月18日，地球超新鮮一段10幾秒的泥潭片段，把兩位藝人推上了風口浪尖。當事人先後表態私交甚好，不想把事鬧大，最後還是走到了發律師聲明這一步。這事本身就夠諷刺，被放到網上傳播的鏡頭本身就是掐頭去尾的產物，去掉了前後的遊戲規則和完整互動語境，只留下劉宇寧手肘碰到龚俊跌落泥潭的片段。靠着這段不完整的鏡頭，很快就衍生出劉宇寧惡意惡搞綜藝嘉賓欺凌這類極端解讀，節奏帶得飛快，當晚就衝上了多個平台的熱搜榜。劉宇寧第一時間出來應對，當晚就在微博公開致歉，說自己做的不夠好的地方以後會加倍注意，姿態放得很低。之後他也在粉絲群明確說了，已經和龚俊私下溝通過，倆人這點事根本不算事，就是很好的朋友。還特意呼籲粉絲不要攻擊別人，這事到此為止。龚俊也很快給出回應，發語音明確說倆人關係很好，希望大家開開心心追節目就好。從兩個當事人的表態來看，這事本來完全可以到此翻篇，誰也沒想到網絡討論根本沒有停下來的意思，反而朝着更離譜的方向走。兩邊藝人過往的爭議片段都被翻出來翻炒，討論早就脫離了節目本身的語境，吵了整整4天。2026年7月22日，劉宇寧工作室正式委託律師發布聲明，直接對持續造謠的群體亮劍。這件事從粉絲吵架正式升級成法律維權。聲明裡說得很清楚，從微博、抖音到小紅書、B 站，再到豆瓣、知乎，有部分用戶和群體有組織的集中發布不實信息和貶損言論。這些人就是靠截取片段，脫離完整語境解讀的方式，故意制造粉絲對立，煽動負面情緒。工作室已經完成調查取證，會依法追究所有侵權主體的責任。很多人現在有個誤區，說當事人都和好了，至於發律師聲明嗎？不就是綜藝裡一個意外動作，至於上綱上線？其實這個邏輯從根上就錯了。當事人大度，不代表造謠抹黑的人就可以免責，更不代表惡意帶節奏的群體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。這不是兩個藝人的矛盾，是有人非要把髒水往藝人身上潑。劉宇寧從早年街頭唱歌直播走紅，靠着翻唱出圈後跨界影視，演了好多魏少這些被觀眾記住的角色，有一大群跟着他很多年的粉絲。龚俊也是靠着一部部熱劇積累了關注度，兩個人都有不小的基本盤，本來就是各路營銷號和黑粉最喜歡挑事的對象，一點點模糊空間就能被炒成大事件。這場爭議能升級到這個程度，核心問題根本不在兩個藝人身上，而在當下短視頻環境的片段化傳播特性。10幾秒的片段，把完整的遊戲流程、現場的互動氛圍全剪掉，只留下能引發矛盾的那一個動作，不管事實是什麼，先貼上惡意欺凌的標籤再說。願意花時間去找完整節目看的人很少，大多數人看了10幾秒剪輯，就跟着站隊開罵。等兩邊粉絲都下場了，小事自然就變成了需要法律介入的大事。我觀察發現，現在網上很多帶節奏的人，本質就是靠制造對立賺流量。你吵架吵得越兇，他的視頻播放量越高，漲粉越多。至於會不會毀了藝人的名聲，他們根本不在乎。劉宇寧這邊其實已經做到了仁至義盡，第一時間道歉，第一時間私下溝通，還主動約束自己的粉絲，給足了所有相關方台階，真不是什麼小題大做。
如果這次不站出來劃清紅線，放任這些有組織的造謠傳播，最後劉宇寧欺凌同行這個標籤就會被定住，以後不管他出什麼作品，都會被人拿出來說這個損失誰來賠。這次的律師聲明不僅僅是針對這一件事，更是給整個網絡討論劃了一道清晰的法律紅線。公眾當然可以評價節目，評價藝人的表現，但這個權利不能濫用。你可以說動作不合適，可以說綜藝效果不好，但不能拿着斷章取義的片段造謠，不能有組織的人身攻擊，更不能故意制造對立消費藝人。屏幕不是法外之的，你隨便發的一條評論，隨手轉的一個不實視頻，本質上都是侵權行為，真要追究起來，沒人能跑得掉，別抱着法不責眾的僥倖心理。這件事其實也折射出當下娛樂圈和網絡環境的一個深層問題。太多人喜歡拿片段當事實，拿情緒當立場，從來不肯等完整信息出來再發言。粉絲對偶像的保護欲可以理解，但很多時候粉絲還沒搞清楚事實，就被營銷號帶着衝鋒，最後反而給偶像添了麻煩。當事人還要出來給粉絲收拾爛攤子。就拿這件事來說，兩個當事人都明確說了關係很好，部分粉絲還非要揪着不放，非要分出個你對我錯，這不就是被人當槍使了嗎？還有不少綜藝和平台其實也默認甚至鼓勵這種炒矛盾的做法，故意剪片段放出去引戰，靠着吵架換流量換收視率，最後出事了就讓藝人自己扛，這種風氣該殺一茬了。劉宇寧工作室這次硬其維權，其實也給所有藝人做了一個示範，面對有組織的造謠抹黑，一味退讓換不來和平，只有拿起法律武器，才能真正止住謠言。當然，藝人本身在鏡頭前也該有分寸，遊戲互動也要照顧到搭檔的感受。這是基本的職業素養，這點沒什麼好說的。說到底，這件事留給所有人的教訓很簡單，上網討論，拼的不是誰的聲音大，不是誰的粉絲多，而是有沒有基於完整事實發言。別上來就帶着預設立場，別拿着別人剪好的片段當真相，放下情緒，看完完整內容再開口，這才是對他人的尊重，也是對自己言論的負責。網絡空間的自由永遠建立在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基礎上，越過了這條線，就要付出代價。這個道理，希望所有人都能早點懂。